你能听见吗，老婆？手机里传出的话让全场所有人都惊愕不已。男人不明白妻子为何会做出这样愚蠢的事。原来男人叫向前，他今天是来参加颁奖晚会的。他被授予了2017年最杰出贡献奖，并被任命为大中华区执行总裁。当向前走上台发表慷慨激昂的获奖感言时，台下他的手机却响个不停。同事发现是他妻子的电话后，赶忙将手机送上台交给向前。主持人以为这时候他妻子打电话来一定是来祝贺他的，于是便让向前当众与妻子分享成功的喜悦。可当向前打开免提接通电话时，怎么叫老婆都没有反应。老婆，你能听见吗？老婆。其实这些年，他为了让妻子和孩子过上更好的生活，每天拼命加班努力工作。没想到在自己终于有所成就的这一天，却听到了这样令人痛心的消息。原来正是因为向前没日没夜的忙碌，缺少了对妻子的关怀，导致妻子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就在刚刚，她因为打不通丈夫的电话，赌气喝下了不少安眠药。好在闺蜜及时赶到，将她送往医院抢救。向前得到消息后，急忙往家赶。然而他刚下飞机就与艾丽莎发生了一场误会，因为他们两个的行李箱长得一样，结果在被人撞了一下后就拿错了。就在上午，艾丽莎和未婚夫杰克举行一场盛大的订婚仪式。新娘艾丽莎对这个未婚夫不满意，因为她知道自己这个未婚夫杰克是个十足的渣男。在今天这个重要日子里，杰克竟敢当着她的面与其他女人抛眉眼，这一切都被艾丽莎尽收眼底。她悄悄潜入杰克的房间，决定利用这个机会戏弄一下杰克。她将事先准备好的摄像头放置在电视机上，并与 iPad 成功连接，一切准备就绪。就在艾丽莎刚要出门时，杰克竟迫不及待地带人进来了。无奈的艾丽莎只好躲进另一个房间。艾丽莎给同伴发去信息，同伴心领神会，一个操作，游轮上的大屏幕开始播放杰克与那个女人鬼混的画面。Oh my god! It's Jack! Oh my god! 这个直播画面让全船的人都惊讶不已，尤其是艾丽莎的父亲，气得脸色铁青。艾丽莎为了不让杰克现场直播出更不堪入目的画面，她给渣男打电话。Hey baby. Jackie, turn on the TV. What do you mean? What do you mean? 当杰克看到电视里的自己时，整个人都呆住了。此时的艾丽莎准备走人，却被杰克发现了。Hey! 周牧 I said 周牧！杰克气不打一处来，急忙去追艾丽莎。惊慌失措的艾丽莎在过道里狂奔，结果不小心被迎面走来的向前踩到了婚纱，摔倒在地，手中的 iPad 也掉落一旁。向前正要捡起 iPad 还给艾丽莎时，杰克从后面冲过来一把夺过。杰克误以为向前和艾丽莎是一伙的，准备动手。向前急忙解释自己并不认识艾丽莎，还提醒杰克还只穿着内裤。杰克见众人围观，只能灰溜溜的离去。这边艾丽莎回到酒店，怎么也打不开行李箱。对不起了，可能有点疼。他拿着刀叉就对着箱子一顿猛戳，一顿神操作过后，箱子居然还真打开了。当他看着里面的东西，又猛圈了。向前，谁呀？向前得知老婆的情况后，赶紧飞奔回家。然而刚落地，公司里的戚总和盛总亲自来机场接他。公司出事了，老婆，我回来了，飞机晚点了，我跟你说一声啊。回来就好。我不能去医院接你了，公司这边临时有谈判，我得亲自过去。没关系，你忙吧。向前回到办公室，刚打开自己的行李箱，发现不对，怎么没有密码呢？他拿出一包软软的东西，打开一看，里面都是女人的秘密武器。向前正一脸嫌弃的看着，突然被戚总和盛总看到。向总好雅兴啊，又是些女人的东西。郑总，你还用这个东西了，很有品位啊。小尚，这是人家的隐私。正在这时，助理来通知大家去开会，他让助理赶紧联系机场。看是谁拿走我箱子了。您的行李有什么重要物品吗？电脑、奖杯，还有一条项链、孩子的玩具，其他的没什么重要。临走前，向前把机票给他助理。第二天，艾丽莎在上班的时候接到了机场的电话，并把向前的手机号码给了他。艾丽莎迫不及待地拨通了向前的电话。请问是向前先生吗？您是不是拿错一个箱子？你的箱子在我这儿。你的箱子也在我这儿。我现在在粤港市，请问您是在哪个城市啊？太巧了，我也在这个城市。向前说，他中午12点半有1个小时的时间，约好在华润万象城喀世家咖啡厅见面。艾丽莎爽快地答应了。然而也许是导演安排的，二人见个面是一波三折。向前来到约定的咖啡厅后，等了足足半个小时，连艾丽莎的影子都没见到，气得他狠狠地踹了一脚艾丽莎的箱子。这边的艾丽莎也如约而至，等了向前半个小时。他以为向前爽约了，气愤地拿起手机给向前打电话。已经快1点了，我在这儿等了你半个小时了，向前先生。是我等你半个小时吧？不是，请问你现在到咖啡厅了吗？我就坐在进门的位置上。
我们大家都很忙，麻烦你过来一下，我们交换一下箱子好吗？向前刚从咖啡馆出来，接到电话，他又折返回去。当他再次来到咖啡馆的时候，又傻眼了，因为他找了一圈，根本就没看到一个提着箱子的女人。随后，向前一脸郁闷地拨通了艾丽莎的电话，说自己现在就站在门口，问她现在在哪。我这门口没人站着呀。请问你是在华润万象城的 Costa 咖啡厅吗？哎，你好，请问这是华润万象城 Costa 吗？不是的，我们是前来万象城的 Costa。听到这话的向前气不打一处来，接着他劈头盖脸地训斥了艾丽莎一顿。最后两人决定明天下午到另一个新的地方见面。没想到第二天两人来到了派出所里，艾丽莎和向前据理力争，最后警察调取了那个路口的录像，证明箱子的确是被抢走的。原来事情就是这么蠢。艾丽莎如约来到新的地点时，可没想到却遭到了一群小混混的纠缠。小混混们不仅抢走了艾丽莎的箱子，还对她百般挑衅，而这一幕恰好被刚刚过来的向前看到。向前毫不犹豫地奋不顾身冲上去，狠狠地教训了那帮小混混一顿。其中一个小混混眼见自己这边不是向前的对手，于是就拉了艾丽莎一把。艾丽莎一个站立步，直接扑倒在了向前身上。艾丽莎压住大叔没反应过来，小混混们则趁着这个机会，拿着箱子骑着摩托车一溜烟跑了。向前得知是自己的箱子被抢，就让艾丽莎赶紧打电话报警。此时的艾丽莎由于惊吓过度，已经分不清东南西北了，哪里还会报警？然而向前怀疑他和那群小混混是一伙的，直接把艾丽莎带到了派出所。警察问到底那个箱子是谁的，被抢的箱子又是谁的？虽然这有点绕口令，但是艾丽莎还是给警察讲了他们两人箱子在机场拿错的前后后，说刚才他刚到咖啡馆门口，一群小混混把箱子给抢了。然而向前却不这样认为。最后警察说刚调取了路口的监控，确定是被抢了，让他们先离开，他们会尽快帮忙找回箱子。向前一脸郁闷地离开了派出所。对百合花过敏，什么时候的事我怎么不知道？你不知道很正常。那得让。男人总是忙于工作，一年365天中有360天都在忙。这次回来，向前特意给老婆寻找带了一束百合花，想借此缓和一下关系，可寻找却直接把花扔到了门外。向前以为寻找还在生气，急忙去把花捡回来并诚恳地道歉。然而寻找的一句话却让向前满心愧疚。儿子对百合花过敏。儿子对百合花过敏，什么时候的事我怎么不知道？你不知道很正常。原来儿子对百合花过敏，而向前却对此一无所知。他这才意识到自己对老婆孩子的关心实在是太少了。他每年给女人15万生活费后，家里的事情基本上就不再过问了。也正是因为这种聚少离多的状态，连自己儿子对百合花过敏都不知道，这也致使老婆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不仅让她变得敏感多疑，所以导致那天没打能向前的电话，还差点自杀了。晚上，向前为了改善夫妻关系，趁老婆不在时偷偷服用了一粒药，可这一幕恰好被从卧室走出来的老婆看见。向前惊慌失措的把药盒扔进了垃圾桶，尽管他动作迅速，但还是没能逃过老婆的眼睛。当向前洗完澡回到卧室，想和老婆过夫妻生活时，你吃那个东西多久？我吃那个东西。你现在对我是连正常的生理反应都没有了是吗？寻找已经对她彻底失望，她无法接受丈夫对自己毫无兴趣，还需要靠药物来维持，这样的婚姻根本不是她想要的。随后向前赶紧去翻垃圾桶找刚刚丢掉的药盒，却惊讶地发现寻找偷偷服用的药比自己的还多，仔细一看都是治疗抑郁症的药。此时的向前这才深刻意识到自己对老婆身体状况的忽视。第二天，向前带着寻找来找心理医生，寻找详细的给医生讲述了自己的症状，倾诉着内心的痛苦。情绪失控是抑郁症一种典型的症状。当时家里还有人吗？还有我的儿子。怎么没想到给你老公打个电话？听到医生说她老公，寻找看着身后在躺椅上睡着了的老公，看他打起了呼噜，医生瞬间就明白了。可是被叫醒的向前，一个又一个工作电话接踵而至。你现在的病情呢，实际上已经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途，是非常危险的。你刚刚说你还有一个5岁的孩子，以你现在的情况，已经不适合照顾孩子。当听到自己的病会对儿子有影响，接下来的日子自己还不能照顾儿子了。寻找知道自己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必须要改变自己。在回家的路上，寻找问向前，那次打你电话为什么不接？你知道最后接你电话的时候我在哪儿吗？我就站在领奖台上，所有人都听见了岳文婉说的那句你老婆自杀了。你能想象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场面吗？寻找说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自己真的死了，你们会怎么过？听到这话，向前怎么也想不通，自己这么努力的工作赚钱，怎么会把他逼到这个程度？回到家，寻找给儿子买了一个电话手表，并耐心的教会儿子如何使用，如何给爸爸妈妈打电话，也可以给弯弯阿姨打电话，还给儿子准备了一个有父母电话的小挂件，等什么时候找不到爸妈时可以给警察。这一系列的交代让人感到心酸。原来寻找是准备和向前离婚，等晚上向前回家，他拿出了一份早已准备好的离婚协议。向前看到后觉得不可理喻，当场就把协议撕了。他苦苦规劝老婆不要闹了，可寻找早已下定决心，拼命挣扎着想要离开这个让他窒息的家。
向前埋怨女人太自私，自己努力工作就是为了让他们母子生活富足。其实这也是许多女人想要的生活，不用上班工作，甚至每天不用带脑子的在家相夫教子。可是寻找却不想过这样的生活，他只想改变自己，重新开始新的生活。这样的日子让他感到窒息。无论向前如何道歉，寻找都坚决要离婚。最后，向前也对他失去了耐心，答应明天和他离婚。今天我怎么也打不通。我可以出来玩。不好意思，没手机。你怎么那么贱呀？又不是什么好东西。说什么？男人看着拿错自己箱子的女人，原来是个跳钢管舞的，满脸的嫌弃。当听到男人说他不是什么好东西，女人气急之下推了他一下，没想到正要摔倒的男人抱住了他。原来就在昨天晚上，寻找像疯了一样，非要离开向前。向前在倾诉着自己在外面赚钱多么不容易，可是寻找给他留下了一封信，默默地离开了。向前看到信赶忙追了出去，可是没有了寻找的身影。你放我走吧，这是我唯一能为自己做的事情。今天是我的生日，就在这个日子里，请让我新生。第二天，向前是被儿子好汉叫醒的。没有做过家务的向前什么都不会，连早餐也是儿子做的。送儿子上学的时候，又遇到了堵车，公司那边一个又一个电话催他。只有这一天时间，他真正的知道了老婆的不容易。通过朋友，他找到了寻找，想好好的和他谈谈重归于好。可是寻找吃了秤砣，铁了心的要和他离婚。没办法，他们只好来到了婚姻登记处，拿到了离婚的红本。二人没有说一句话，各奔东西。向前和他的好哥们一起借酒浇愁。正当二人尽兴之时，舞台上一个女人的精彩钢管舞吸引了全场的目光，不断赢得了阵阵热烈的掌声与欢呼声。当向前看到跳舞的女孩时，脸上却露出了极为不屑的神情。原来这个女孩正是前些天拿错他箱子的女孩，两人还因此闹到了派出所。原来女孩的职业竟然是在酒吧跳舞。当舞蹈结束后，向前的好哥们看到美女就走不动了。要不咱加个微信，以后可以出来玩。不好意思，没手机。你怎么那么贱呀？又不是什么好东西。你说什么？面对艾丽莎的质问，向前只是轻描淡写的扫了她一眼，接着从身后随意掏出一沓钱扔给女人当做小费。这一举动可把艾丽莎气坏了，她愤怒地拎起一杯酒就朝男人脸上泼去。眼看局面就要失控，酒吧老板胡南急忙过来调解，而一旁的服务生也机灵的一把抱住了向前的朋友。喝点酒你就撒酒疯，你生活中是有多烂，垃圾！艾丽莎这一脚险些让向前断子绝孙，她痛苦的在原地蹲了足足10几分钟。我是店里老板，我叫胡南，今天这单我给你们免了，但是作为客人，你们二位本店恕不欢迎。哎，不是，谁让你给我免单了？我差这点钱我。你我兄弟，你够了吧你？胡南一路护送着艾丽莎走出酒吧，并帮她叫了一辆车。而向前的好哥们对艾丽莎还没死心，赶紧追出来替向前道歉，并解释说今天向前是因为刚刚离婚，心情糟糕，所以才喝多了。这货还把自己的名片递给了艾丽莎。这天，艾丽莎和向前再次来到了派出所。原来是上次向前被抢走的箱子找回来了。向前检查后发现里面的东西都没少，只是他的笔记本电脑可能在被抢时摔坏了。警察让两人协商如何赔偿电脑的事，但向前一口拒绝。他觉得艾丽莎是靠钢管舞挣钱的，殊不知她其实是个千金大小姐。她父亲的身份更是不一般。诚恳的道个歉。凭什么呀？我不道歉。我错了，完全没有必要在这种人身上浪费时间。向前见艾丽莎坚决不肯道歉，他也不想过多纠缠，签完字后拿着东西就离开了。只是他刚走出来，艾丽莎就追了出来，并且不依不饶，非要向前向他赔礼道歉。因为上次向前污蔑他和那帮小混混是一伙的，如今真相大白，所以他必须让向前给他道歉。向前自然不会搭理他，推着箱子径直离开。艾丽莎和向前刚分开不久，就莫名其妙的遭到一群人的围攻，他们不断的朝艾丽莎身上扔鸡蛋。谁呀？你这我什么丧尽天良的事情，你别人打成这个这个。不要说话。我只有在古装戏里面才见到那些大坏蛋被臭鸡蛋挣钱月，能找个臭鸡蛋挺不容易的。看着艾丽莎被砸成这样，向前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就在刚才，他们刚从派出所走出来，艾丽莎就被一群人疯狂围攻，都在喊还我茉莉。这件事跟我没有直接关系，但这件事情已经在走法律程序了，很快就给大家一个结果了。茉莉是因为你们的举报才而死的，敢说她跟你没关系吗？我打他！原来是茉莉的粉丝们，这些人像疯了一样追着她打电话求救。正在这时，向前正好走到这里，艾丽莎急忙上了他的车。向前正在为他感到不平时，发现原来是艾丽莎。不是你呀、你停车带我去哪儿啊你？要我带你去哪儿要点脸行吗？是你自己爬我车上来的好不好？我知道是你的车，打死我都不会上来的。哎，你给我停下！没办法，向前只好靠边停车。下车时大吃一惊，你看把我车砸成什么样了？我擦一下
不就行了吗？看着艾丽莎满身的臭鸡蛋，向前笑的是一个开心。事情要从一场时尚的模特大赛说起，一个个身材苗条的大长腿美女在走秀。可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一个模特突然摔倒在地，全场一片哗然。老板说这场秀是薇薇安组织的，让艾丽莎替他将模特送往医院，并叮嘱他要严格封锁消息。可是当艾丽莎来到医院后，模特的哥哥焦急万分，他把心中的悲愤一股脑地撒向艾丽莎，痛斥公司的不近人情。原来他的妹妹茉莉年仅19岁，患有严重的糖尿病，可为了能在这次模特大赛中顺利进入决赛，他几天都不敢吃饭，硬是将体重控制在了45公斤。刚才在后台化妆时脸色就不对，最终还是导致低血糖昏迷了。艾丽莎对这些情况并不知晓，但她内心还是对茉莉充满了同情。然而更不幸的是，经过医生的全力抢救，还是宣告茉莉不治身亡。茉莉的哥哥听闻这个噩耗，伤心欲绝。艾丽莎虽然也痛心不已，但为了公司的名誉，她让同事南希留守在此，对外严密封锁消息。随后急忙搀着茉莉的哥哥去商量后事。大夫说茉莉在送来医院之前就已经不行了。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第二天茉莉意外死亡的消息铺天盖地的散播开来，竟然还在电视上播出了。不是让南希封锁消息了吗？这些都是谁透露出去呢？为此警方也介入调查，老板也被警察带走。可是老板临走时将公司事务全权委托付给了艾丽莎，所以就出现了被茉莉粉丝的围攻。被向前扔下的艾丽莎气不打一处来，给司机打电话，车开哪儿去了？原来这一切都是他的同事薇薇安所为，他故意让南希将艾丽莎的行踪透露给茉莉的粉丝，这样一来他就可以报复艾丽莎。原因就是薇薇安因为不满艾丽莎当上主编，一直心怀嫉妒。就在南希开心的向薇薇安邀功时，却没料到老板早已站在门外，两人的谈话被听得清清楚楚。老板把报道艾丽莎被攻击的报纸扔给薇薇安，并警告她以后不要擅自妄为，以免影响自己的前程。薇薇安气得咬牙切齿，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我要出院，现在要出院！老板回来后，直接让南希去跟 HR 交接一下工作，再去财务部结账走人。南希不解地问为什么，却没人回答她。然而老板对艾丽莎在此次事件中的应急公关能力大加赞赏，说多亏了她及时把握舆论方向，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原来是老板被带进派出所后，艾丽莎立刻做出了一系列应对措施。她写了一篇关于美丽和健康的文章，还对已签约的超模进行了健康指数检查。走秀那天，寻找和闺蜜也来到了现场。当散场后众人离开，寻找却走上了舞台，她眼睛痴呆地看着上面的灯光。这时湖南看到了她，一时间有种一见钟情的感觉。酒会上，薇薇安看到寻找，问他是哪家公司的，寻找却说他是来看模特身上的服装的。就在薇薇安问他有没有邀请卡的时候，湖南前来解围。寻找是吧？你老板那边一直在找你，能不能来？你认识他？星光百货服装部的，见过2次。带你去吧，你找你半天了，那边。殊不知，几天后，薇薇安将再次见到他。岁，不可能吧？脖子上有细纹，一个女人脖子是最能出卖你的年龄了。女人何必为难女人呢？薇薇安一句句犀利的话让寻找不知所措。接着他又说到他的手，你的手已经很久没有做过保养了，并且干瘪枯瘦，这是一双做家务的手。说完直接上手了，摸到寻找的腰收胯和腰部的比例应该是生过孩子的。这一系列的操作让寻找更是一脸的迷茫。寻找在家做了整整6年的全职太太，现在她执意的和向前把婚离了，又要重返职场。这个决定让她的闺蜜感到惊讶不已。闺蜜毅然决然的在她的简历上将年龄从32岁改成了26岁。可没想到这一谎言轻易的被公司高管识破。主编艾丽莎并没有因此刁难她，而是换了个话题让她谈谈对时尚的理解。可她感觉更加紧张了。当助理让她离开的时候，寻找鼓起勇气阐述了自己独特的见解。时尚是魔鬼，是勾起人内心欲望的魔鬼。追求时尚的人内心都是疯狂的。时尚是不断的否定，时尚是对新奇特贪婪的追求，永无止境。她的这番独特理解让艾丽莎对她刮目相看。接着艾丽莎又问寻找是否知道自己应聘的是什么岗位。寻找将主编助理的岗位比作夹心饼，他说自己虽然是个夹心饼，但他相信自己有能力做好这个角色。说到这里，他调整好了状态，勇敢地承认了错误。实际上我叫寻找，今年32岁，是一位5岁半孩子的母亲。在此之前，我是一位全职太太，更是一位全职妈妈。我一个人照顾我的孩子这么多年，没有依赖任何人，没有请阿姨，更没有依赖老人。我事无巨细，亲力亲为，我有很多的耐心，不怕苦不怕累。我也很喜欢时尚呈现出来的态度和气质。我希望你们能够给我这次机会。也许此刻的我没有办法穿着12厘米的高跟鞋跟着你们时尚的速度前进，但是我可以穿着平底鞋跟着你们奔跑，甚至跳跃。这将是我人生第2次的起点。寻找的精彩演讲诚恳而动人，赢得了艾丽莎和老板的高度评价。也正是凭借这份自信与强大的内心，她击败了众多前来应聘的年轻姑娘。艾丽莎当场宣布寻找被公司录取。听到这个消息的寻找激动的喜极而泣。第2天，寻找刚到公司就遭遇了心机女上司的刁难。
寻找之前的工作是6年的全职妈妈。各位有什么育儿方面想请教的，可以问她，比如换尿片啦、喂奶粉啦。随后，寻找询问自己的工作职责。这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分工，没人做的就是你的工作。看到女人如此不受领导待见，同事们也纷纷开始对她吆五喝六。给大婶帮我买一杯咖啡，中杯拿铁，谢谢。我要一杯大杯的 cappuccino， 谢谢。意式浓缩，谢谢。我要一杯冰美式，谢谢。哎，摩卡大杯，大婶快点啊！为了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虽然每个人都大婶大婶的叫着，她也不遗余力的跑腿帮他们买咖啡。这天，同事戴斯让寻找帮忙试用一款面霜。就在寻找刚打开面霜开始试用时，心机很重的朱迪故意碰了一下他的胳膊，导致寻找不小心将价值3800元的面霜洒落一地。寻找不停的道歉，表示愿意赔偿，但朱迪却提醒说，这是客户送来的最新款面霜，是给公司拍摄用的，现在国内所有专柜都没货。听到这话，寻找一时不知所措。当朱迪正要离开时，却被戴斯叫住。刚刚是不是你碰的寻找？不然他面霜拿的好好的就掉地上了。面对戴斯的质问，朱迪百般狡辩，坚称自己没碰，还说面霜摔坏对自己没好处，甚至倒打一耙。戴斯让寻找站出来说实话，问他刚刚到底有没有人碰他。是啊，大婶，说呀，说呀，别说呀，刚刚是我碰，是我碰，是我碰，说啊。两个女人的掐架把寻找的抑郁症都快吓出来了。最后这件事闹到了主编艾丽莎那。艾丽莎经过这些天对寻找的观察，她每天除了帮同事们买咖啡，就是做些杂活。对于寻找不小心摔碎面霜一事，艾丽莎告诉他，让他找品牌代理再要一瓶补上就行，不用自己掏钱购买。随后，艾丽莎还告诉寻找，以后只需负责协助自己的工作，那些端茶倒水的工作不用再做了。寻找听了艾丽莎的话，对她充满了感激。然而，向前这边却出了大事。爸爸，小狐狸。向前偶然看到艾丽莎与一个老男人拥抱，他一脸的正义感，竟然跑过来给老男人一个警告。这位老先生，我善意的奉劝您一句，离某些人远一点。您这岁数都够当他们爹的了，这时候如果再一跟头，想爬起来恐怕有点难。谢谢你提醒。艾丽莎听到这话，差一点把鼻子笑歪了，因为这位长得有点像总华补的老先生正是他的父亲。原来自从向前和寻找离婚后，他和儿子相依为命，日子过得手忙脚乱。这时的向前也终于体会到了女人曾经的艰辛与不易。公司的王总得知向前刚离婚，担心他的工作状态会受到影响，他反复提醒向前要紧盯鸿福这个项目，绝对不能出任何差错。然而你在公司越是优秀，嫉妒你的人就越是多。这不，这个长得像三德子的齐总就是一个。他现在不在家养鸡，到公司做起了坏事。他想趁着向前离婚的机会钻他的空子。这天，向前的助理小徐和女同事在茶水间玩暧昧，正好被齐总撞见。齐总立刻把小徐叫到一边，用公司的规章制度来威胁他。这个小徐无奈之下，只好答应会全力配合齐总。身边有鬼玩蛋快，果然几天后，鸿福项目调查组突然来到公司。我们是鸿福项目责任调查组，负责调查本次失败项目鸿福的交易事宜，请您配合我们，交出电脑。他们在向前的电脑里发现了项目造假的记录。当调查组单独询问小徐的时候，小徐一口咬定是向前授意他造假。向前因为这件事导致鸿福项目彻底失败，尽管他反复向王总保证自己是被冤枉的，但面对确凿的证据，王总也只能让他引咎辞职。然而，当向前拿着简历四处求职时，就没有那么顺利了。我们从来就没有怀疑过您的能力，金融行业就是这样，跌一跤就足以身败名裂。向前不甘心就此认输，他打电话联系以前的客户，并和大家约好周六聚一聚。然而在周六这天，他却在会所再次碰到了艾丽莎。向前的第一反应是艾丽莎又在骗人了，却不知这个老头其实是艾丽莎的父亲。原来当天艾丽莎的父亲又要给他安排相亲，艾丽莎无奈之下，只得拉着好哥们胡南当挡箭牌。向前本不想多管闲事，毕竟今天他自己也邀请了不少朋友。就在向前出来接完电话后，一转身和一个女人撞了个满怀。女人一开始还很生气，但当她看到向前英俊的外表，顿时两眼放光，挺帅的。我要你的手机号码。就在薇薇安趁机要到了向前的手机号时，听到服务员说艾丽莎也在这里，而且还是和富商温鸿明一起来的。向前看到眼前的女人分心，赶紧溜之大吉。回过神来的薇薇安急忙来到了艾丽莎的包间。她进来后，不仅对湖南表现得很暧昧，还主动约艾丽莎的父亲一起喝酒。她不知道艾丽莎是怎么和温鸿明攀上关系的，但今晚她绝不会错过和温鸿明认识的机会。正当二人推杯换盏时，她的电话响了，原来是一起唱歌的姐妹叫她。薇薇安临走之时，还特意借着酒劲和温鸿明玩了一下情调。温鸿明眼疾手快，一把扶住了她。薇薇安不想错过这次机会，推掉那边的聚会，再次回去找温鸿明，却晕晕乎乎的闯进了向前的包间。本来她想说声不好意思，然后转身就走，可当她一看到向前，就立马走不动了。她
他一下子步进了向前的怀里。向前可不想让这姑奶奶搅了局，连忙要把她送回去。这边艾丽莎和父亲玩摇头子，父亲输给了她一枚戒指。就在温鸿明把戒指戴到艾丽莎手指上的时候，这一幕恰好被推门而入的向前看到，他认定这两人肯定是骗子无疑，于是他奉劝温鸿明离他远一点。这位老先生，我善意的奉劝您一句，离某些人远一点。您这岁数都够当他们爹的了，这时候如果栽一跟头，想爬起来恐怕有点难。谢谢您提醒我。许爷那是谁呀？干嘛的？谁让你住进来的？男人曾经身为知名公司总裁，拥有着好几百万的身家，然而此刻却在免费蹭种。这一切源于长得像三德子的暗算，致使一个重要项目失败，导致向前辞了职。可他并不知道，他的对手早已在业界老板中间散播谣言，污蔑他做假账且贪污公司钱财。结果他到每个公司老板们都一致的对他避而远之。昨天晚上聚会结束，艾丽莎送父亲离开后，然后在路边拦了一辆出租车。可他前脚刚上车，向前后脚跟了上来。这两个冤家在车里又一言不合的吵了起来。怎么又是你啊？哎，你是瞎还是怎么的？你没看见我上车呀？你怎么说话呢？这桃子血没了。两人针锋相对，互不相让，甚至有下车打架的架势。你看见那条宠物没有？你们俩是孪生姐妹怎么的？那发型都特别匹配。不是，你怎么说话？你是有病！你下车。下车算你。下车后，向前劝他赶紧改行，别年纪轻轻就到处行骗。艾丽莎气得要打他。你吓死我了你啊！你要换个性别的话，我立马让你躺地上，你信吗？趁着向前转身的时候，艾丽莎直接朝他屁股来了一脚，然后撒腿就跑。等向前反应过来时，艾丽莎早没影了。第二天，向前决定要向所有人证明自己的眼光和能力。他精心筛选出了10个他认为最具投资潜力的行业，接着将自己这些年积累的所有财富都投入到了资产市场中。他的好哥们正好见状，拿出了自己辛苦积攒的10万元私房钱资助他。向前虽然有些犹豫，但最终还是勉强答应了。向前没办法，只好让正好安排个地方住。正好的中介公司有好多酒店式公寓，看到正好给他安排的，向前特别满意，因为他可以免费居住。这天向前正在家里煮着方便面，突然接到了正好打来的电话，原来是有客户要来看这套房子。正好让向前赶紧收拾东西立刻离开，但向前刚煮了面，他坚持要吃完再走。正好急急忙忙地跑了进来，看到向前还在不慌不忙煮面，他急得想揍人。当他们将向前的行李弄到了楼道里，客户正好进来，这可把正好吓得一身冷汗。正好顺利的把那套房子给卖了，向前这下又没地方住了。有了这次的经验，正好这次决定让向前暂住一套没人敢租的楼王里。他说这套楼王由于价格太贵，一直租不出去。向前没想那么多，有个地方住就行，他只关心能住多久。这次正好保证至少能让他在这里住3个月。然而人点背，喝凉水都塞牙。3天后，艾丽莎来到他们中介公司租房子，而接待她的正是正好。艾丽莎一眼就认出了正好是向前的哥们。要不咱加个微信，以后可以出来玩。你怎么那么贱？又不是什么好东西。正好极力向他推荐好的房源，但艾丽莎要让正好给他换一个销售员，这让正好不知所措。那是我最好的哥们儿，关系可好了。那不就得了？我讨厌他，所以我也讨厌你。其实我跟他不熟，关系也很一般。艾丽莎看正好这变脸的速度如此之快，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最后没办法，一个女销售过来接替了正好，而艾丽莎一开口就要最好的房子，女销售员顺势就给艾丽莎推荐了那套楼王。没想到艾丽莎还真就看上了。一旁的正好听到两人的谈话，背后又吓出了一身冷汗。随后他借着冲咖啡的时间立刻打电话给向前，可他打了半天，那边始终不接电话。等他冲好咖啡出来的时候，艾丽莎已经跟着销售员去看房子了。他们先看了卧室，可这里被向前弄得乱七八糟。女销售员说没收拾好，让他先看卫生间。打开门看到向前蹲在马桶上。许爷那是谁呀？干嘛的？谁让你住进来的？听到女销售员这样问，正好立马跑出来，说是自己让他住进来的。一时间气氛有点尴尬。还真是世界小缘分深啊！既然大家都是熟人，这是谁跟他熟啊？一脸不悦的埋怨正好，问他为什么不事先通知自己一声。正好一脸无辜的告诉向前，自己在来之前已经给他打了8个电话。原来向前正在卫生间看小电影，没听到电话。即便是这样，正好也没对他发飙，因为向前可是他的财神爷。要知道他那10万块的私房钱还在向前手里做投资呢。当他们正要离开时，正好想到了对面还有一套毛坯房。向前看着这个空空荡荡的房子，也是一脸郁闷，也只好先住着。他简单买了沙发和办公桌，就搬了进来。可是晚上向前正专注地整理着资料，突然隔壁传来震耳欲聋的音乐声，嘈杂的声音让向前心烦意乱，根本无法集中精力。于是他气愤地跑去敲开了艾丽莎的房门，提醒对方把音乐声关小一些。不好意思，你已经影响到我了，希望你声音能小一点，我在做正事。我们也在开正式 party 呢。
两人还没说完，向前就被一群美女拉了进去。此刻的向前心情正糟，哪有心思和这些小丫头嬉闹？因为他刚刚收到猎头公司的消息，得知自己已经被从高端人才库中移除。随后，向前不慌不忙地走到电视机前，直接将音乐声音调到了最小。大家对向前的举动都感到十分惊讶，而向前则当众表明自己是隔壁的邻居，并非来参加聚会的。接着便一脸严肃地给他们上了一课。很多时候我真的搞不清楚你们这帮孩子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我只是希望你们清楚，住在这栋楼里的很有可能是朝九晚五的上班族，很有可能是起早贪黑准备考试的学生们。当你们希望得到别人的尊重的同时，也请你们尊重一下自己。向前说完后，将手中的红酒一饮而尽，全然不顾一众美女的白眼，放下酒杯就转身离开了。经向前这么一闹，大家也没了多少兴致。艾丽莎无奈地关掉了音乐，聚会也就此结束。第二天，艾丽莎的父亲温鸿明突然来到他们的杂志社视察。溜得嘎嘣了，好分遗产是吗？在你心里是这种印象，那我跟你离婚是对。就为这个呀？向前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刚离婚，前妻寻找为了一台苹果手机就和一个老头混在一起。这要从艾丽莎的父亲温鸿明突然来杂志社视察说起。温鸿明一进来，先是跟薇薇安打了个招呼，然后就把一束花递给了薇薇安。薇薇安受宠若惊，还以为这个富豪是特意来看她的。可接下来温鸿明的一番话却让她透心凉。温鸿明告诉大家，他今天来公司，一是为了看望自己的女儿，二是为了感谢大家为杂志社的辛苦付出。去我办公室聊吧。这时大家才明白，原来艾丽莎这个空降的主编就是他们真正的老板。一旁的薇薇安别提有多尴尬了，她怎么也想不到艾丽莎放着好好的富二代不做，非要来这和她抢饭碗。温鸿明来到艾丽莎的办公室，看到女儿努力工作的样子，他感到十分欣慰。你这把椅子打算坐多久啊？您这次来打算待多久啊？你不想问问我最近新交的女朋友 ？No。也不关心一下我的血压 ？No。最近有男孩追你吗 ？No。就在两人谈话时，寻找泡了一杯茶进来。当温鸿明喝了一口茶后，瞬间眼前一亮。这茶是你泡的吗？是啊。你专门学过？也不是啊，以前经常在家泡的。艾丽莎以为父亲又犯了老毛病，赶紧找了个借口把寻找支了出去。她告诉艾丽莎，她的这个助理是个非常靠谱的人，希望她能知人善用。温鸿明又提醒她要提防薇薇安。没想到的是，几天后，温鸿明居然亲自过来找寻找。更不巧的是，被在餐厅吃饭的向前看到，他顿时没了吃饭的心思，立刻冲过去拦住了他们即将要离开的车。向前走近一看，更是气不打一处来。原来这老头是前几天他好心提醒过的老头，没想到如今这老头竟和自己前妻搞到了一起。寻找赶紧跑过来想拉开向前，拉扯间向前被温鸿明的拐杖蹭了一下，这下向前更是火冒三丈，还想动起手来。别闹了你！谁打了？这是胡说了。你没事吧？对不起，我没事，这事我先生我自己解决，你走吧。寻找让温鸿明先行离开，自己挡在向前面前。而向前却看到了寻找手上提着的手提袋，冲动之下的向前觉得寻找就是为了老头的钱，于是对着寻找就是一顿数落。你找什么人不行，找个糟老头子，等回头他嘎嘣了，好分遗产是吗？在你心里是这种印象。既然向前这么不相信自己，寻找也懒得解释，当即扭头就走。而向前却以为寻找是心虚，还在后面对他不停的指责。我也以为有一天你想明白了就能回来了，可是呢，你在这装疯卖傻的，在这闹抑郁、闹自杀、闹离婚，抛夫弃子、离家出走，还不是为钱吗？寻找被他这番话彻底激怒，走过去狠狠扇了他一耳光。向前被这一耳光打得愣住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而这一耳光也让他清醒了过来，意识到自己今天的行为多么荒唐。自己当初给寻找买了一栋1000万豪宅，寻找连看都不看一眼，又怎么会为了一点小钱和一个老头在一起呢？向前越想越觉得自己该打。寻找打完这一耳光后就离开了，而向前刚才的话却像一把把利剑刺进了他的心。原来今天温鸿明来找寻找是原因他明天就要去美国。上次在女儿的办公室见到寻找后，觉得寻找很稳重靠谱，想拜托寻找帮忙照看一下自己那不让人省心的女儿，尤其要注意出现在女儿身边的男人。送给寻找一部手机，如果有什么事就向他单线联系。寻找本不想答应，但温鸿明说自己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艾丽莎的母亲很早就去世了，自己这些年一直忙于生意，根本没有好好照顾女儿。最终寻找还是答应了他的要求，只是没想到两人回去的时候，恰好被在餐厅吃饭的向前看到了。寻找离开后，向前一个人坐在马路上反思。这时他接到了好哥们正好的电话。向前，我跟你说个事儿啊，你千万别着急，好汉丢了找不着了。是漂亮，你也消费不起。姐姐，我是好汉，我家就住在那儿，你可以陪我玩啊。好啊。你爸白多了。听到儿子邀请女人去家里玩，向前赶紧跑出来把儿子抱了回去。临走时还不忘提醒艾丽莎一句：
昨天早上，向前正准备出门，没想到竟迎面撞上了自己平日里最厌烦的邻居。只见那艾丽莎当即就给了他一个大大的白眼。然而向前说的话也让女人哭笑不得。给你个建议，这香水是用来喷的，不是用来淋浴的。这算我嘴贱行吧？给你赔个50，别因为这么一点小事回头再记回首啊。正当他说个不停时，电梯来了，艾丽莎趁机快速把门关上了，留下了一脸蒙圈的向前。第二天，他们刚要出门的时候，又恰好碰到了正要出门的艾丽莎。好汉立刻热情地跑过去打招呼：“仙女姐姐，你昨天见过呀？我叫好汉。”你叫我仙女姐姐啊？仙女姐姐给你糖吃。是你仙女姐姐。向前立刻一把将糖抢了过去，说孩子牙坏了不能吃糖。艾丽莎见他如此不解风情，转身就走向电梯。好汉急忙要去追，但被他老爸一把拉了回来。咖啡厅里正好来找向前询问他那10万块钱期货的事情。当两人聊到艾丽莎的时候，正好很是遗憾自己错失了一个大单子。向前提醒他最好不要去招惹艾丽莎，因为他始终觉得艾丽莎从事的不是正当行业，要不然不会过得这么奢侈。上班没个正点吧？你看他那一身一身的行动，这不是光有钱就能解决得了的，那得花多少心思？还有你刚才说那楼王，那不是一般人能租得起的吧？除了家里头有点底儿，他什么人干什么行能赚那么多钱？正好听了向前的话，嘴上说着以后会远离艾丽莎，但心里那根花花肠子又开始蠢蠢欲动了。这天向前带着儿子刚从外面回来，又碰到了正要出门跑步的艾丽莎。好汉立刻又开启了神助攻，他非常热情地跟艾丽莎打完招呼后，一句句地喊着仙女姐姐，还邀请艾丽莎跟他一起去买猫粮，因为他刚刚在楼下看到一对被遗弃的猫。艾丽莎见好汉这么有爱心，当即就同意了下来。当艾丽莎穿着超短裙现身超市，她的出现很快吸引了一个提着包的猥琐男的注意。只见那男人先是将手中的包故意放置在地上，接着装作不小心把包踢翻，然后悄悄向艾丽莎跟前挪了挪。站在一旁的向前目睹了这猥琐男权过程，立刻明白了他的意图。那个是什么？不好意思，没事，不好意思。此时的艾丽莎对这一切毫无察觉。随后，那猥琐男走到一边，从包里拿出手机查看刚才的成果，紧接着他又凑到艾丽莎身旁，举起手机准备拍她的脸，而向前不动声色地走了过去。他果断的一把从其手中夺过手机。猥琐男见到向前这气势汹汹的模样，瞬间就怂了，连忙向向前保证自己马上把照片删掉。然而向前查看他的相册后，顿时怒不可遏，直接将他的手机给摔了。下次再让我逮着你，就不是摔手机这么简单了，听见没有？我知道了。你干点什么不好？向前的这一系列举动把好汉吓了一跳，儿子连忙问老爸这是怎么回事。他喜欢你仙女姐姐，偷拍你仙女姐姐的啊，那是应该的。向前今天的表现让一向对他没什么好感的艾丽莎心中也有了一点点敬佩，然而他的一句话又差点把艾丽莎气死。本娘。晚上，艾丽莎出来丢垃圾，可门却被一阵大风吹关上了。开个房吗？见我之前，身份证呢？这里面用我的，不合法。男人让女人先上自己屋里住一晚，这一下把艾丽莎吓得怕自己再入狼穴。当向前转身回去的时候，艾丽莎叫住了他。错了。当艾丽莎来到向前家后，她一下子愣住了。只见向前这偌大的房子里几乎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完全可以用家徒四壁来形容。艾丽莎环顾一圈后，很快就看到了正在睡觉的向好汉。当他想走过去时，被向前一把拉住，随后向前把他安排在沙发上坐下。可向前刚转身离开，艾丽莎就看到了旁边的一把小吉他，她拿起来就弹。对不起，孩子睡觉呢。知道。向前刚叮嘱完艾丽莎没多久，艾丽莎又看到了一个恐龙玩具，没想到这个玩具也是会发出声音。听到声音的向前赶紧跑过去没收了他的玩具。你这没啥玩的呀？你想玩什么呀？我的旅行箱装着你给的时光，不方便。它代替你打电脑呢，我要用，老实待着。没办法，向前只有给他2个小恐龙玩具，让他敲着玩。原来就在刚才，艾丽莎办了一件让自己哭笑不得的事，出来倒个垃圾，门却被一阵风给吹关上了。当艾丽莎回到门口，望着那紧闭的房门时，整个人都蒙圈了。回过神来，发现这门是指纹锁。就在她沾沾自喜时，却悲催地发现指纹锁早已没电了。紧接着，艾丽莎又对着门又是一阵猛拉硬拽，到最后几乎癫狂的她索性直接踹了一脚。她这一嗓子惊动了隔壁的向前，向前朝外面瞅了一眼，见没了动静，便也没再理会。此时没办法的艾丽莎想到了找向前帮忙，可当她开始敲门的时候，却又犹豫了。毕竟现在两人跟仇人似的，自己去求他岂不是太没面子了？经过再三思虑，艾丽莎还是把一腔怒火发泄在门上。这次动静有点大，向前也是气不打一处来。当他打开门查看时，
更是一脸茫然，因为此时的艾丽莎正用一只脚趾对着指纹锁。向前完全不理解这女人的思维，于是用手指轻轻在她背后戳了一下。你毛病了，吓死我了你！再说，咱俩谁吓谁啊？几点了？你这是干嘛呢？不是我前面那什么我一句学的，孩子都睡了，你小点声行不行？艾丽莎无奈地把自己被关在门外的经过详细叙述了一遍。不出所料，向前听完后竟幸灾乐祸的哈哈大笑起来，就出现了故事开始那一幕。第二天一大早，向前就去买了早餐回来，正好遇到了正好。原来向前给他电话是让他来送艾丽莎房门的钥匙。这人呢？我敲到你门了。昨晚晚上姐姐在我们家睡的。你家睡？不，什么情况？跟我说说呀。你上班去，别耽误工作。我上你家住。说着，向前把正好推进了电梯，硬生生的把他撵走了。姐姐，是我，好汉，吓死我了你！怎么进来的？姐姐看清楚，这是我家。听到好汉说是自己家，这时的艾丽莎才想起来这不是自己家。当看到向前的造型时，艾丽莎忍不住大笑起来。请问您这症状，我应该给你挂哪个科啊？大叔，你这个头套跟你还挺匹配。你们家钥匙拿好了？怎么在你那儿啊？我把你们家门给踹开了。听到这话，他不放心的跑过去看自己的门，却是完好无损的，随口骂他是骗子。然而在吃早餐的时候，尴尬的一幕出现了。向前看着艾丽莎的双腿，觉得有些辣眼睛。艾丽莎昨晚出门倒垃圾匆忙，所以只穿了一件超短的睡裙。现在既然如此，她也只能老老实实听话。一个女孩子到了夜里，别有事没事在外边瞎溜达，你总得为自己的人身安全着想吧。最后两人话不投机，艾丽莎懒得再和他掰扯，直接摔门而去。爸，你能对姐姐客气点儿。起码啊，这我清楚。以你的长相，收费应该不便宜。嘿，求人办事儿不会好好说话呀？那我挂了。不是，我。男人让美女邻居替自己接孩子，然而令艾丽莎不知道的是，此刻孩子的亲妈就坐在她面前。艾丽莎听着向前着急的样子，又想到可爱的好汉，便答应了下来。其实她今晚和助理一起加班整理资料的，如今答应了向前去接孩子，只能让寻找一个人加班。寻找倒是很理解，笑着让艾丽莎去忙。原来向前的事业也迎来了转机。通过这段时间持续不断的努力，他的好哥们正好打来电话，告诉他香港一位著名监制对他撰写的文案产生了浓厚兴趣，想要约向前见面详谈。然而双方见面后，向前详细罗列出自己手中所拥有的各项资源，但是陈监制却认为他的计划书还不够详尽，希望他能在周2之前提交一份更为细致的计划书。向前丝毫不敢懈怠，急忙赶回家着手准备计划书。可是这时的好汉却一个劲儿地缠着他玩耍，向前顿时心生烦躁。他想了个办法，让儿子出去倒垃圾，这样不会影响自己。然而对面的艾丽莎无意间看到了那天向前送给她的那双鞋子，她觉得自己当初不应该对向前送这么贵的鞋子说3道4。原来就在昨天，正好夫妻2人正准备出门时，弯弯打开后备箱，惊喜地看到了一束鲜花和一双她梦寐以求的鞋子。弯弯以为是老公给她的惊喜，激动地冲上去抱住老公，还狠狠亲了几口，而老公却是一脸的茫然。接着弯弯把鞋子拿出来试穿，可费了半天竟也没穿上。他马上就反应过来，这鞋子根本不是买给他的。弯弯当即脸色一沉，把鞋子丢进了后备箱。这么贵的鞋你是买给你女人的呀？向前让我买。正好一股脑的把所有的事情都推给了向前，并谎称是向前让他帮忙去送给艾丽莎。既然向前把这么艰巨而神圣的任务交给你们作为我最爱的老婆，我决定了跟你一起去完成这个任务。这让正好后背直冒冷汗。等敲开艾丽莎的房门后，在艾丽莎一脸的惊愕中，弯弯把鞋送给了她，并说明都是向前让他们送的。艾丽莎正一头雾水，此时恰巧向前回来，看到向前的正好心里慌得不行，生怕向前先开口说错话他就完蛋了。好在是弯弯先开口教训了向前，现在都混成这模样了，不该乱花钱，还买几千块钱的鞋。向前一脸无语的看着正好，正好则赶紧上前帮腔，并顺手给了向前一个暗示。向前知道正好泡妞的老毛病又犯了，他只好默认了下来。艾丽莎站出来刚要说话，正好不等艾丽莎开口，连忙强行把她推进了家中。向前一番心意，他就是脸皮薄，他怕你拒绝他，所以就让我来代送。大早上打扰你了啊，你再回去睡个回笼觉，就这样啊，就这样，再见啊！把艾丽莎搞定后，紧接着正好又连哄带骗把弯弯劝走。艾丽莎哪知道这当死事，于是便拿着鞋子准备去找向前归还。只是当他来到向前家门外时，恰好碰到好汉出门倒垃圾，于是他赶紧躲在一旁，等好汉扔完垃圾回来，就看到艾丽莎傻傻地站在了家门口。好汉正愁没人陪他玩呢，于是连忙拉着艾丽莎去他家玩。向前等了半天也没见儿子回来，赶忙出门寻找，却不知此时他的儿子正开启了帮他老爸找女友的神助攻。我这个爸爸呀，就是爱面子，但其实他是心地善良的，他能在3秒钟之内计算7位数以内的加减乘除，别人可笨了。他上次做早餐连鸡蛋都煎不熟，他臭毛病可多了。他天天画画的是一件正常事，但是
他非你手写。向前没想到儿子说着就说到他的缺点了，赶忙进屋把好汉带回了家。马上到了和陈监制见面的时间了，向前决定打电话给艾丽莎，让她帮忙去接孩子。向前再次见到陈监制后，陈监制对向前的计划书极为满意，答应会全力帮助他，只是让向前尽快筹措到500万的启动资金。向前毫不犹豫地承诺，自己会不惜一切代价筹钱，哪怕抵押自己的全部资产，也要将这个项目做成。第二天，正好告诉他一个坏消息：东南亚突发天灾，导致他们购买的橡胶期货赔了个精光。您账户里的橡胶期货已经跌出了保证金的范围，外加您又放了杠杆，如果再不补保证金的话，就要被强行平仓了。我知道了。二啊，带你消费吗？那我可消费不起。临时接到一个电话，有一个很重要的应酬，你能不能帮我照顾一下？行，那你忙去吧。这两个人本来是冤家对头，因为看到女人跳钢管舞，他说错一句话，艾丽莎让他长了回记性，现在两人成了邻居。向前再次让艾丽莎帮他看儿子。就在昨天，向前为自己的项目筹备了一场新闻发布会，正在进行时，正好不停地给他打电话，可都被向前挂断。最后没办法，只好赶到现场。出事了！因为东南亚突发天灾，致使他们购买的橡胶期货赔了个精光。这么着急给您打电话，您账户里的橡胶期货已经跌出了保证金的范围，外加您又放了杠杆，如果再不补保证金的话，就要被强行平仓了。我知道了。面对这一状况，他独自一人徘徊在街头，不知未来的路在何方。仅仅数月时间，曾经高高在上的副总裁，如今变得一无所有。向前经过反复思量，为了尽快解决当下迫在眉睫的难题，他让正好把自己位于市中心的那套房子出售掉。可是这2天刚巧出台了一个调控政策，说那房子属于豪宅，在政策红线范围内，根本卖不出去。刚出了调控政策，那房子卖不掉。没办法，向前不惜放下自己的面子，去找过去那些朋友借钱，只是最终不仅钱没借到，还遭到了一番冷嘲热讽。我这最近吧，给我岳母买了新房，给我媳妇儿换了新车，所以我这最近手头也有点紧。所以如果我来投的话，我投您5万。向前心里明白，这帮家伙如今是变着花样来戏弄他，他也没必要在这里自找没趣。说了几句客套话后便离开了。向前借钱的事情很快就在投资圈里传得人尽皆知，曾经出卖过向前的助理小徐更是在一旁添油加醋，不停地数落向前以前是如何把他呼来喝去当牛做马的。老板们听了小徐的埋怨，决定为小徐出气。今天哥就当着你的面儿，我们大家唱出好戏给你看。没错啊，都有我们在的，你放心啊。袁总立刻打电话约向前见面谈合作，而向前还以为事情有了转机，急忙换好衣服，将儿子托付给了艾丽莎。本以为会顺利，没想到却被人戏弄。向前刚进门，那些人就让他先自罚3杯，而倒酒的居然是曾经出卖过他的助理。向前为了能借到钱，只能忍气吞声。等他喝完后，众人又纷纷起身轮流敬酒。向前心里清楚，这些人是在故意刁难他，但为了解决燃眉之急，他别无选择。身边那些小姑娘陪我喝酒啊，他们喝一杯我给1万，喝一杯给1万。向总不是普通人呐。对，是您那项目你喝一杯啊，我给10万，10万啊！但为了项目，向前没有退缩，他毫不犹豫地拎起一大杯酒，一饮而尽。他不停地喝，直到最后醉得不省人事。而那些老总戏弄完向前，便都拍拍屁股走人了。之前答应的话，也如放了个屁一样。1个小时后，向前醉醺醺地回家，却醉得连自己家也找不到了，只好打电话给儿子。艾丽莎从电话里得知他在楼下，赶忙下楼去接他。你谁呀？我谁呀？是我。艾丽莎看着向前，对着那些人破口大骂。当他要扶起向前时，费了好大的劲也扶不动他，一个不小心被向前绊倒，还失去了自己的初吻。也正是在这一刻，艾丽莎对向前萌生出了别样的情感。好不容易把向前扛回家，回到家躺在床上，艾丽莎的脑海中不断浮现出与向前相识以来的点点滴滴，那些或恩或怨的过往让她兴奋的难以入眠。这边的向前也是同样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他睡不着并非因为艾丽莎，而是心中满是憋屈。他独自来到阳台上，回忆起自己一路走来所遭遇的困境和艰难险阻，这个坚强的大男人第一次忍不住哭了出来。然而此刻的他还不敢哭得太大声，因为他不想让儿子看到自己脆弱的一面。2天后，向前决定重新出发，他一声不吭地带着儿子离开了这里。这次的房子还是正好帮忙找的，依旧免费。这天，艾丽莎刚准备出门，就碰到了2个中介。一番询问后，她才得知向前已经悄然搬走，自己好不容易对一个男人动了心，结果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我失恋了，他敢删除我。女人怎么也想不到大叔竟然把她的微信删除了。从没享受过这种待遇的艾丽莎彻底怀疑人生。然而她哪里知道向前现在正被水桶压得喘不过气来，哪里有功夫和他聊天。原来现在向前的日子过得异常艰难，为了偿还房贷，为了给儿子转幼儿园，他不得不忍痛割爱，卖掉身上仅有的一块价值18万的手表，可最终却只换得7万元。向前日子的艰难
从他送儿子上学的那一刻更加凸显。他看到其他孩子都穿着统一的校服，而自己的儿子却没有。一番询问后，才知道这是学校定制的制服。而懂事的儿子因为深知父亲的困境，从未提起。向前听闻内心五味杂陈，为了能多凑些钱，下午的时候，向前推着曾经购买的那些名牌衣服，来到了二手商店。可刚进门就遭到了服务员的冷嘲热讽。我们这可不是什么都收的。你怎么说话的？向前一听怒火中烧，他上午明明已经和店长通过电话，可如今却是这般待遇。好在店长及时赶来，缓解了紧张的气氛。店长询问向前衣服的单据是否还在，向前无奈表示时间太久已找不到。这时那讨人嫌的服务员又凑过来，那这些衣服是你的吗？你要再这么说话的话，你把衣服拿出来。哎，先生别激动，我们只是确认一下。原来他们索要单据是为确认衣服真伪，毕竟高仿太多。向前不慌不忙地从口袋掏出一叠会员卡，让服务员打电话给服装店确认。电话接通，服务员的脸瞬间红了。我想问一下，卡号尾数是8960的向先生，会员卡积分还有多少份啊？3万多份。那这个卡片是什么等级啊？应该。听到这话，店长赶紧把水给向前打开。当服务员打另一家时，说会员卡积分是6万多。店长意识到向前并非普通人，赶忙把服务员支开。看到衣服后，店长和服务员眼都亮了。先生，这些衣服你打算怎么卖？全卖。听到这话，店长面露难色，因为这些衣服价格不菲，店方只能代卖。向前表示急需用钱，价格可随意。这时，服务员挑出一件价值10几万的衣服。向前看到这件衣服，想到了自己当时的风光。I will be back。向前立刻表示不卖了，因其有特殊意义，除了这件，其他都可处理。这身衣服对于我来讲，店长思考几秒后，说价3万要全收。向前愣了足足几分钟。这些衣服当初买时最便宜的都好几万，如今店长却只给3万，这价格实在离谱。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店长出到5万，收下了衣服和会员卡。向前着急用钱，只能答应。这边艾丽莎怎么给向前发微信，他都不回，他只好给郑好打电话，约他来梧桐酒吧请他喝酒。然而郑好还没到，艾丽莎就喝得差不多了。当郑好来后，艾丽莎问他向前到底去哪了，可郑好却始终不告诉他，因为向前给他说过不能告诉艾丽莎自己的行踪。他连声招呼都不打，就消失了。他把我拉黑了，我根本联系不上他呀。他都知道我穿多少码鞋子，他还给我找钥匙，他其实挺温柔的呀。怎么这么慌啊？我怎么了这是？正好一听就知道艾丽莎是爱上向前了。这边离开衣服店，向前看到送水工上门，心中有了新的打算。2天后，他成为了一名送水工。正在他吃力的送水时，艾丽莎不停地给向前发微信，却始终得不到回应。下班后的向前，手机依旧响个不停。为求清静，他删掉了艾丽莎的微信，拨通了好汉的电话。喂，仙姐姐，你去哪儿了？搬家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啊？手表坏了，现在才修好。那你现在在哪儿啊？我去找你。宁海路95号。得知地址后，艾丽莎迫不及待要去找向前，可刚要出门又犹豫了。我怎么能这么没出息呢？这样，我要高冷。经过几分钟的思想斗争，他还是没忍住，第2天就出现在了向前面前。向前让他自己找地儿坐，艾丽莎也毫不客气，一屁股就坐到了向前的躺椅上，吓得向前赶紧往后挪。向前心里一直认为艾丽莎从事着坑蒙拐骗的勾当，忍不住苦口婆心的劝她悬崖勒马，别再过那些蝇营狗苟的日子，还劝她找个靠谱男朋友。艾丽莎静静的听着，一句话也不说。用自己的年轻貌美抄人生的近路，人生没有近路，好走的路那都是下坡路。最后听得不耐烦，起身就走，把向前狠狠摔翻在地。向前一脸无语，可令向前没想到的是，第2天一大早，艾丽莎竟然拎着行李箱出现在向前面前。她告诉向前，自己听了他的话幡然醒悟，决定退出奢华生活，来这里过平淡日子，要投奔向前。向前却断然拒绝，说自己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养不起他。艾丽莎又说自己丢了工作，房子也被收回，无家可归了。你要是不让我住，我就只能睡大马路，睡火车站了。啊，那我就只能借你一条毯子了。我要是掉狼圈里了，脱不了身，你这一辈子良心过得去吗你？你以为这他就不是狼圈吗？艾丽莎不管向前的态度，自顾自把东西拿出来。好在好汉对艾丽莎的到来热烈欢迎，向前没办法，只好和艾丽莎约法3章，达成经济协议。协议规定，向前只收留艾丽莎3个月，期间他要帮忙做家务，以劳待滋。我给你3个月的时间，足够你去找工作，完成自食其力。如果这3个月内你不思进取，我也仁至义尽，到时候你必须走。最后，艾丽莎满口答应，还让向前先给她买张床和一些花花草草。趁着向前去接孩子的功夫，艾丽莎把床铺好，把花花草草也布置起来，中间还挂了个窗帘。好汉回来看到焕然一新的家，开心的又蹦又跳。谁呀？你还凑合。
比山上的强点。那是花了钱呢。你说钱我就来气，浪费。买一送一。第二天，向前通过关系给艾丽莎介绍了一份餐厅服务员的工作。向前来了，给我你看看，就她呀，挺漂亮啊。那你看，就这形象气质，完全够你这小店待的。谁知道艾丽莎刚上岗，就有2个不知好歹的家伙对她动手动。跟您点菜有什么关系？点菜吧。有话好好说。乱了呀！你冷静。男人的霸气出脚一下子惊呆了女人，同时也吓住了2个小混混。向前从艾丽莎手上拿过菜单，往老板面前一丢，霸气的说不干了，然后拉着一脸崇拜样的艾丽莎往外走。我咬一咬着他，什么追呀？那2个小混混哪肯罢休，拿着酒瓶就追了出来。向前知道他们不会善罢甘休，带着艾丽莎躲进了旁边的楼道。艾丽莎哪里见过这种刺激的场面，兴奋地跳了起来。被踹的黑衣男听到动静，捂着胸口慢慢地走了进来。向前这大高个举起一块1000斤重的超大砖，黑衣男看到这架势，吓得整个人都懵了。2人四目相对，眼看大砖就要砸过来。大哥，在这儿吗？不在这儿，走。看到黑衣男狼狈的样子，艾丽莎差一点笑岔气了。她从小生活优越，这还是头一回见到如此刺激的场景。原来自己不会让你白辛苦，给你跳段钢管舞。你走开！姐姐不是故意的。女人为了犒劳男人，决定给他跳段钢管舞，却不小心把好汉的积木房子给打翻了，并且还补上了一脚。这下尴尬了，好汉很难过，因为这是他和妈妈一起做的。向前赶忙过去安慰，并答应他下班回来后一定帮他修好。艾丽莎原本是年薪100万的白富美，却因为向前而来到这里。向前还给他签了一份经济协议，规定艾丽莎通过干家务活来抵房租。然而第2天一大早，向前就给艾丽莎安排了家务活，按照协议，第周1、3、5由向前做，2、4、6则轮到艾丽莎。可当艾丽莎面对那一大堆衣服时，她一点也不慌，因为她早有对策。然而向前的一句话又让她哭笑不得。能稍微注意点影响吗？哎呀，知道了。孩子早晚有一天摔坏。下午好汉放学，当他看到后座上那一大堆衣服时，更是怀疑人生。原来艾丽莎把衣服全送去了干洗店。艾丽莎赶忙让好汉帮忙把衣服上的塑料袋都拆了，还要求好汉保密，因为一旦这事被向前知道，他肯定立马就得卷铺盖走人。好汉为了留住艾丽莎，只能答应帮她保密。2人把车停到艾丽莎原来住的地下车库后，又打了辆车回家，路上还顺便把今天的晚餐买了回来。他怕向前说的浪费，艾丽莎直接把外卖盒里的米饭全倒进了电饭锅，让好汉帮忙伪装一下，自己则把盒子里的菜装进盘子。就在饭菜都做好时，向前回来了。艾丽莎手忙脚乱地把盒子丢进垃圾桶，可向前很快就发现了破绽。他去盛饭时，发现电饭锅的电源线都没插。这手艺越来越好了。还行吧，没发挥好。好汉，你觉得这菜怎么样啊？好吃啊！你也参与做了？我煮下。你煮了？向前不停发问，面对这些问题，艾丽莎支支吾吾，一个也回答不上来。炒这么香，它得用的是芝麻油吧？芝麻油。这3个人的饭得用几碗米啊？少说得2碗吧？ 2碗。对。向前只是淡淡一笑，紧接着又冷不丁问了一句：“你电饭锅的线怎么没插呀？”艾丽莎愣了2秒后，连忙表示是自己刚刚拔掉的。然而向前的下一句话让艾丽莎再也装不下去了：“我们家没有芝麻油，只有花生油。”你什么舌头啊，这都能尝出来？你是当我瞎吗？那打包盒在那放着呢，你下次手脚能利索点吗？你都混成这样了，还这么铺张浪费呢？这才几个菜啊，花不了几个钱。花不了几个钱，你到这儿来，我得当2孩子养。向前揭穿了他的谎言后，就开始教育艾丽莎，在家里做饭除了干净卫生，最重要的是比外面便宜。接着又教她如何节约。只是向前说了半天，艾丽莎根本没听进去。第2天，向前再次让艾丽莎做晚饭，并再三叮嘱不许点外卖。艾丽莎都答应了下来，可一转眼，她就跑到闺蜜胡楠那里下达命令：“帮我个忙，做顿晚饭，3个菜就行。”我这是西餐店，昨天给你打包简餐了，我到哪给你弄中餐去呢？不行，你这儿的饭都太难吃了，昨天是忘了才让你打包的。我不管了，你给我做。胡楠虽说自己这里是西餐厅，最后还是无奈答应了。晚上向前回来，看到饭菜，很难得的夸赞了几句。好汉也是特别高兴。哎呀，不错吧？还真巧啊，都是孩子最爱吃的。但向前随即扫了一眼灶台，又开始怀疑他了。灶台够干净的。我做完都擦干净了。那紫菜蛋花汤是先放紫菜还先放蛋？先放水。米饭。好汉，你洗脚呢，快点儿，菜都要凉了。面对这些追问，艾丽莎赶紧把好汉叫过来当挡箭牌。可是向前在刷碗的时候抱怨不断，艾丽莎决定给他跳段舞蹈。不会让你白辛苦，给你跳段钢管舞。太尴尬了！
好汉看着向前要出去做代驾了，他也想跟着去，殊不知这次好汉和爸爸一起做代驾，给他爸爸带来了好运，让我们拭目以待。代驾，是您叫代驾吧？快点！是谁啊？我代驾呀。这是哪儿啊？如果没看错的话，应该是墓地。女人听到是墓地，情绪激动地问男人：“你带我到墓地来干什么？”向前见女人这么激动，赶忙让她小声点，后面还有孩子呢。听到孩子，他觉得是代驾把他和孩子一起绑架了，要报警。你千万不能报警！你报警我工作了。哎！等女人情绪稍微稳定一点后，向前立马陪着笑把事情的经过解释了一遍。他告诉女人，本来想等她醒来解释孩子的事，没想到车开到一半没油了。原来这个不寻常的夜晚，因为艾丽莎跳舞把好汉的积木房子弄坏了，好汉不想在家待，跟着向前出来做代驾。向前和好汉赶到指定地点时，听到有人叫代驾，立马迎了上去。是您叫代驾吧？您是代驾？哎，车在哪儿？这车会开吗？啊，会。能不能别说？哎，那个我有事儿啊，我跟您解释。向前看着醉醺醺的女人，本想跟女人解释一下自己还带着个孩子，可女人二话不说，只告诉了他一个地址就上车睡着了。向前无奈地叮嘱儿子：“这车它是好车，你上去之后别乱摸乱碰。”然而命运似乎总爱捉弄人，当向前开车走到一半的时候，车子居然没油了。更要命的是，停车的地方居然是个墓地，这如果配个惊悚音乐，立马就能成了鬼片了。向前仔细查看了一圈，决定叫醒女人，可他叫了半天，女人都没什么反应，怕女人着凉。向前刚准备帮她把外套穿上，就在这时，女人醒了。错了，快点！谁啊？我代驾呀。这是哪儿啊？如果没看错的话，应该是墓地。经过向前一番细心解释，女人一颗悬着的心总算是放了下来。可随即胃里一阵翻江倒海，向前赶紧过去递水送纸巾。等女人吐完后，一转眼又睡了过去。这女人心可真够大的，忘记了这是墓地就睡着了。无奈的向前只好下车帮女人盖好衣服，顺便把车也擦擦。就在这时，艾丽莎打来电话：“喂，大叔，你怎么还不回来啊？”啊，我这遇到一客人喝多了，再说他车也没油了，我只能等他醒过来了。那好汉呢？要不我去接他吧？好汉没事，你千万别过来。那个他睡着了，你早点睡。那行吧，那你们注意安全啊。拜拜。拜拜。艾丽莎今天把好汉的积木房子弄坏了，后悔不已。这都2点多了，还没见他们回来，她只好给向前打电话。这边向前为了避嫌，只得下车在马路边上苦苦等待女人醒来。你是谁啊？代驾。这是哪儿啊？墓地。我怎么在这儿啊？合着您都不记得了是吧？向前又赶紧把事情的原委说了一遍。女人很是纳闷，问向前为什么不去加油，非要站在这傻等。向前一脸无奈地表示，他家不起这么贵的油，万一女人酒醒不记得这事儿，他找谁去？而且刚才女人吐酒的时候也是他照顾的，就怕女人出意外，所以一直在这守着。当女人说他一切都记得，这下向前放心了。我是不是可以带着我孩子回家？孩子？听到向前说还有孩子，女人一脸的同情。向前怕女人会投诉他带孩子的事情，连忙把自己带孩子来做代驾的原因又说了一遍。您打电话叫代驾的时候，我正跟我儿子玩呢。对不起，吴东老，我已经离婚了，孩子一直跟着我过着。大半夜的，我总不能把孩子一个人搁在那儿吧？我本来想刚才跟您解释来着，但是您刚才喝多了，对不起，求您了，千万别投诉我。对不起。没想到女人听到这一切，连连向前赔礼道歉，并从包里掏出一沓钱作为补偿。可向前却只收了200元的代驾费，还提醒女人赶快给家人打电话，顺便给她个好评。眼看向前要走，女人立马叫住了他，吓得向前又赶紧停住了脚步。女人表示自己之所以叫住向前，是因为她不敢一个人留在这里，希望向前能留下来陪她。听到这话，向前反应了过来，让女人先进车里等着，自己留在外边守着就行。在这一刻，女人对向前更是刮目相看。3天后，向前再次接到了女人的电话。你怎么会在这儿？你在送谁？为了生活。昔日的霸道总裁如今成了送水工，正在上班的寻找无意间看到了这个熟悉的身影，内心百感交集。曾经那个在商界呼风唤雨、备受瞩目的总裁向前，如今竟然干起了送水的苦力活。他深知前夫走到今天这一步，或许自己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随后，他关切地询问向前，自己能不能帮他点什么。向前看了看他的工牌，看着他如今身为白领的模样，只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别让你的同事知道我们曾经的关系。别让你同事知道太多。说完，向前便推着水车匆匆离去。看着向前落寞的背影，心里愈发不是滋味。她拨通了闺蜜的电话，我看见向前了，他来给我们送水。向前送水？不可能吧，你看错人了吧？我当然没有看错，我还跟他说话了。闺蜜说向前最近的经济状况确实不怎么好，自己还真没想到他会去送水。想到向前现在的状况，
很快就担心起他的儿子，不知道儿子跟着这个落寞的父亲生活过得怎么样。第二天上班，艾丽莎和寻找在电梯里不期而遇，然而两个人谁也没有跟对方打招呼。昔日整天有说有笑的上下级关系，如今怎么形同陌路？这一切的都源于昨天下午好汉的幼儿园。下午寻找不放心孩子，于是偷偷来到了幼儿园。然而让他目瞪口呆的是，他竟然看到了自己的上司艾丽莎。他和向前好汉跟一家三口一样，有说有笑的送好汉上学。看着向前和艾丽莎这个亲热的举动，寻找怎么也想不通，一个是自己的前夫，一个是自己的顶头上司，这两个人怎么会走到一起？等向前返回时，看到了站在上面的寻找，寻找气不打一处来逼问道：“你跟他什么关系？”听到这话，向前也一肚子的气撒向寻找。你说刚才那位年轻貌美的姑娘，我给孩子找个小妈啊，怎么了？你把孩子还给我！我凭什么还给你啊？你有了你自己的新生活，你把孩子还给我！我凭什么还给你啊？当初你走的时候，你就应该想到今天你会有这样的下场。你看了，孩子吃得饱，穿得暖，全是人家照顾得好。向前再次叮嘱寻找不要再来打扰他们的生活，说完便头也不回的离开了，气得寻找在后面咬牙切齿。然而更巧的是，当艾丽莎乘坐出租车离开的时候，正好看到了向前和寻找正在争吵。此时的艾丽莎也已经明白了寻找正是向前的前妻，这让她和寻找两个人在电梯里都尴尬不已经。其实在寻找看到艾丽莎和向前送儿子上学之前，他通过水桶上面的地址找到了向前，并拿出一张卡递给向前。向前看到卡立马拒绝：“你送水不就需要钱吗？”送水怎么？我原来的办公室坐惯了，我想体验体验生活，怎么了？寻找以儿子需要更好的条件为由，劝他把卡收下。向前却表示儿子现在很好，自己没让他受冻挨饿，并且反复声明他们已经离婚，当初说好的互不干扰，各自过好自己的日子。你俩离了，你过你的，我过我的，互不干扰才是最好用的。这天向前接到了一个电话，他以为是找代驾的，没想到他的好运来了。喂，你好，我是之前找您做代驾的那个人啊，就是停在墓园门口的那个。我记得你。原来女人给他打电话是觉得向前人品不错，女人告诉向前，自己的公司刚刚成立不久，正缺一名司机，问向前感不感兴趣。听到这消息的向前一脸的高兴，还没等他回复，女人便让他今晚先陪自己参加一场酒会，酬劳是300元每小时。女人问他有没有正式一点的衣服，这个当然有了。当初向前卖自己的衣服时，特意留下了这个当被领奖时的衣服。下午2点，你到公司来接我，费用呢，我按照每个小时300给你，可以吗？好，那谢谢你。晚上，向前把女人送到地点后，准备在车里等，因为他这次只收代驾的费用。如果在车里的话，还需要你穿成这样吗？电话里说好的是代驾的费用，这保镖的活那得额外收费。今晚我给你 double， 走吧。向前只好陪女人一起进来。女人给朋友们介绍了向前司机的身份，可让向前没想到的是，当初出卖他的助理小徐也在这里。小徐开始显露他那小人的嘴脸，忍不住过去嘲讽：“还真的是你啊，向总，好久不见啊。”你们认识？司机穿这样的，他是你新男朋友吧？向总，曾经出卖向前的助理小徐竟然也在这里。他一看到昔日的老板如今这副模样，那副嘴脸立刻变得尖酸刻薄起来。还真的是你啊，向总，你们认识？小徐先是大肆介绍向前当初的风光，接着又不怀好意的嘲笑向前。我刚才听说这是你的新司机啊，向总可是我的老领导，我们上一任 IPD 的亚洲执行总裁，只可惜一个鸿鹄项目的失败，您真是大材小用啊。陈燕青看出了向前的尴尬之色，便借口让向前和自己离开。小徐的心思很明显，就是想让陈总去调查一下向前，好让大家都知道向前是因为手脚不干净才导致项目失败。可陈燕青压根没往那方面想，上次与向前的接触让陈总坚信向前的为人，如今知道了向前的身份来历，陈总反倒觉得自己让向前当司机有点大材小用了。走在陈燕青后面的向前失落的走了出来，可是这个小人得志的小徐还意犹未尽，四处寻找向前。司机有穿成你这样的吗？啊？你这身衣服是你当年上台领奖那身吧？你看哥们儿也在那家订的，比你那还贵呢。你不是向总吗？还以为是我领导。今天向前终于有机会怒对小徐了，义正言辞地谴责小徐：“你跟了我那么多年了，我自认为我没有亏待过你，我没想到你出卖了。你以为你做了这些，别人就不知道吗？这圈子太小了。今天你出卖我向前，明天你就可以出卖他们，你的路走到了尽头。不管我今天做哪个行业，哪怕我是要饭，我腰杆挺得比你直。”然而两人的这番对话被一旁的陈燕青尽收眼底，小徐之前的那些小伎俩瞬间不攻自破。酒会结束，陈燕青让向前开车回去。此时的陈燕青不仅对向前刮目相看，心里更是有了一个大胆的决定。陈燕青告诉向前，已经给他账户转了一笔钱，
让他去多买几身体面的服装，并且让他2天后去自己公司一趟。这天，艾丽莎路过一家衣服店，看到模特身上展示的衣服，她想起了向前。当服务员给她推荐一个白色上衣时，她想象着向前穿上去的样子，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笑。不是她连续买了好多件，服务员还以为她是神经病呢。当晚上向前回来，看到这么多衣服，还以为是超市打折。我让你买一身，你买了一堆，我卡里的钱花了，全花了，全花了，贵吗？贵。发票呢？给我看。你没开发票啊？你是不是傻？这衣服能退吗？退不了，这打折怎么退啊？特别好看，你先试一下。说着，艾丽莎拿了一件就给他穿上了。你别说，长得帅的人穿什么衣服都好看。第二天，向前如约而至来到陈燕青的公司。刚进公司就碰到了昔日的对头三德子戚总。怎么人幸运哪都能遇到小人？他看到向前如此体面的出现在这里，脸瞬间涨得通红，真是自知自己做了不体面的事情，感到脸红啊。之前还跟向总在一个公司共事呢。当听到戚总说和向前在一个公司共事，陈燕青立马知道怎么回事了。我公司不是刚起步吗？缺人才，我之前的合作方把他推荐给我，我正打算把他给挖过来。陈总有眼力，向总人才，绝对的人才。当得知向前是陈燕青特意请来的，三德子的心里别提多难受了，只能连忙说了几句客套话，就匆匆离开了。来到办公室，陈燕青对向前的经历充满好奇，让他从头至尾讲述一遍。当然，今天让向前来不是让他做代驾的。从那天他看出了向前的为人和能力，陈燕青客气的请向前留下来帮助他。你的为人和能力呢，已经在我这儿有个初步的展现了。我是不会让你做司机的。我的公司刚刚成立，有你这样的人来帮我，是我的荣幸。你愿不愿意到我这里来做副总裁？听到让他做公司的副总裁，向前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担心自己对这个领域不熟悉。这个资料也是客户刚刚送来的，我只是想看一下你的判断力，能不能给我一些建议而已。我会尽快给您答复。这天，艾丽莎接好汉放学回家，后面有个老头悄悄地跟着，看着他们进屋，老头偷偷地迂回到后面，在窗前仔细观察。当艾丽莎走过来拉开窗帘，被吓了一跳。继续，这些你拿着。哎呦，先生啊，希望你越来越好。富二代美女冒充失业人员住进了大叔家，如今要离开了，大叔却把自己几乎所有的积蓄都给了她。尽管艾丽莎再三声明自己有钱，向前还是硬把钱塞到了她手中。向前不知道的是，他越是对艾丽莎好，艾丽莎心里就越是难过。想起他们住在一块的这段时光，向前总是刀子嘴豆腐心，做的每件事都让艾丽莎暖心。这样的男人，艾丽莎的确没有看错。如今他已经答应了老爸，不得不暂时将这份还没来得及说出的爱隐藏在心底。原来就在昨天，富豪温鸿明悄悄跟踪女儿来到一个简陋的住处时，眼前的场景让他差点心脏病发作。他看到自己的女儿不仅在帮别人带孩子，还亲自买菜做饭，忙得不亦乐乎。小姐姐怎么了？你就睡这儿。你怎么跟过来的呀？是什么地方？还没等艾丽莎解释，温鸿明就看到了向前的工作证。这谁？是我爸。不是，这孩子是谁？他儿子，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爸。来，老爷你好。你叫什么？好汉一声老爷，差点没把他当场送走。哎呀，快去收拾东西，我们上学去了。温鸿明立刻拦住艾丽莎，逼问他们之间的关系。艾丽莎表示一时半会儿讲不清楚，因为她急着送孩子去上学，让温鸿明先回去。温鸿明回来后马上派人调查向前，这一查让他吓一跳，原来向前在金融界早已身败名裂，几个月前因违规操作让公司损失了1个多亿，被公司辞退，如今一无所有，还带着个孩子。温鸿明苦口婆心地劝艾丽莎必须立刻终止跟他的关系。温鸿明说了半天，艾丽莎却只是轻描淡写地回了2个字：谢谢。我要你立刻终止跟他的关系。我们之间没有关系，不用终止。你们都住在一起了。你只要相信我们之间什么都没有发生就好。至于为什么住在一起，这是秘密。说完，艾丽莎就要开溜，被老爸叫住了。爸爸对不起你，你妈妈去世的早，我满世界的赚钱，没有好好陪你。温鸿明只能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甚至表示只要女儿能从向前那里搬出来，他宁愿抛弃现在所有的生意，马上退休，带着女儿回美国给他找个好男人。艾丽莎最后答应会考虑，不过也提醒老爸，不许把自己的身份告诉向前，否则绝不妥协。另一边，向前的命运似乎出现了转机。那天陈燕青交给向前的项目，向前仅用了2天时间就详细考察完毕，还提出没有必要投资的意见。没想到陈燕青当场就打电话中断了那个项目，这让向前受宠若惊。张经理，那个共享读书会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项目，你想暂停一下，不要跟进了。受宠若惊，您就这么信任我？我从来都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况且公司上的事情交给你，我也放心。为了感谢陈燕青的知遇之恩，向前决定重启以前由于资金问题夭折的那个项目。他也从中明白，做项目和做人是一个道理，同一个项目不同的人来做，结果大不相同。如今，向前、高原和陈燕青3人志同道合，他们商量了一下午后，
陈燕青拍板，让向前尽快搞定版权的事，他负责出资，让高原做制片，三人一拍即合。当他们正要大干一场之时，向前突然接到一个电话，他的前妻寻找在监工的时候突然被砸伤，正在医院抢救，急需亲人签字。向前飞速赶往医院，看着昏迷不醒的寻找，心中五味杂陈。巧的是，艾丽莎过来看望寻找，在病房外看到向前满脸担忧的样子，艾丽莎止住了脚步。回去后的艾丽莎思考着自己与向前这段感情的点点滴滴。第二天，艾丽莎还是决定先离开向前一段时间。向前听到她要搬走的消息，很是吃惊，考虑到他们的关系，自己又实在没有理由阻拦。他从一个信封中拿出了自己2/3的积蓄给艾丽莎。能有多少积蓄？这些你拿着。不用，我有。嫌少啊？不是。当天夜里，向前看着那空荡荡的床铺，心里也不是滋味。他拿着手机翻来覆去，却始终也没找到理由来联系艾丽莎。这段充满波折的情感究竟会走向何方？是艾丽莎最终回到向前身边，还是向前与前妻再续前缘？让我们拭目以待。你好。你好，阿丽莎是您的我女儿艾丽莎。向前第一次拜访他的投资人，看到第一眼他就惊呆了，竟然是和前妻亲密的老头，和艾丽莎在包间拥抱的老头，还是自己在包间里给他建议的老头。看到老头后面的照片，向前更是一脸的懵逼。原来向前的事业刚有一点起色，突然被告知自己的新项目遭到了投资人温鸿明的反对，这让向前满心困惑，自己究竟哪里得罪了这位神秘人物？为了项目能够顺利推进，他拜托老板帮忙安排与温鸿明见面。这个项目呢，我们公司先投2000万，你可以当做启动资金。您看这样行不行？您方便找个机会把这位温总约出来，我当面跟他谈一谈。好，那我帮你约他。这边艾丽莎接到洗衣店老板的电话，得知他送去干洗的衣服里有一张即将到期的当表票。艾丽莎想到衣服是向前的，她迅速赶到洗衣店，拿到当票后，她来到当表店，她想把这块表给赎回来。你要赎当？对，您稍等一下，加上服务费一共是83721。好，刷卡吧。当初向前的那块18万元的表在店里只当了7万元，现在加上服务费一共需要83000。艾丽莎立马让服务员刷了卡，把向前那只表赎了回来。晚上，向前为了明天能够给温鸿明一个好印象，他全神贯注地查阅温鸿明的资料，连艾丽莎悄悄进来都毫无察觉。什么时候来？不就刚刚飘进来的？这不好汉睡着了吗？走路比较轻。艾丽莎看到电脑屏幕上的内容，瞬间不淡定了，担心向前知晓自己的身份。你跟他什么关系啊？我跟他，我领导。你领导？对啊。啊？你是在调查他？我调查他干嘛呀？我要见他，做做功课。你对这老头感兴趣？不是。可惜了，我不认识他。艾丽莎为了转移话题，拿起桌上的漫画书，却发现这书似曾相识。向前介绍，这是著名作家弗拉明戈的漫画，项目就是要将其改编成电影。目前首要任务是从温鸿明那拿到投资和作者的版权。艾丽莎心里清楚，作者是自己的好哥们湖南，但他并未明说，打算在向前搞不定时再出手相助。然而向前万万没想到，这个温鸿明竟是与自己同住过一段时间的艾丽莎的父亲，自己也多次和他打交道。当他在温鸿明的办公室看到父女俩的合照时，整个人都懵了。原来他一直以为的夜店钢管舞女郎艾丽莎竟是富二代。阿丽莎是您的我女儿，我的天使，我的骄傲。24岁已经是一个时尚杂志的主编，她没靠她的父亲，靠的是自己的能力。温鸿明说起自己的女儿，真是一脸的喜色。其实他也在暗示向前别借艾丽莎攀关系。向前明白其意思，连忙解释刚看到照片才知晓他们的关系，并表示自己绝不会靠攀附女人达成目的。向前义正言辞地指出，温鸿明放弃这个项目是巨大损失，坚信会有眼光的人投资。说完便要告辞，温鸿明叫住他，以父亲的立场希望向前远离艾丽莎。向前毫不退缩，反问温鸿明若艾丽莎知晓他的所为会作何感想，还指责他因个人目的阻挠集团发展，然后径直离开。这天，好汉无意中从一只鞋里找出一张银行卡。爸爸，我找到这个了。这是啥呀？银行卡。我又不瞎，我问你从哪儿来的？妈妈给我的。你妈啥时候给你的？妈妈把零花钱、压岁钱都存在这里面了。妈妈说让我保管。那怎么现在才想起拿出来呀？我藏在鞋盒里，我忘了。你疯了！向前气得无语，问密码和金额。好汉说是自己生日，大概6万多。向前哭笑不得。你真是我亲儿子。那我就自己说。你拿出来。想不想给自己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怎么来？我有办法能让这里的钱变得越来越多，你信吗？那如果变得越来越少呢？那你就真的把它给忘了。写作业去。哦。2天后，向前拿好汉这笔钱做了一个理财账号，钱虽不多，但他不敢冒险了。好友正好听说后跃跃欲试，想跟着投资。向前因上次期货赔钱心怀愧疚，给他推荐了几只股票，并叮嘱赚到钱就收手，就算还上次的10万块。这天温鸿明打电话把艾丽莎叫了过来，没想到艾丽莎却是过来兴师问罪的。反正你不找我有事儿，我找你有事儿。为什么阻止集团给向前投资？完全可以呼风唤雨了吧？
你明明是一只孔雀，非要不惜一切代价收起自己美丽的羽毛，装作一只麻雀，闯入到我的生活里面，掩藏了半年之多，而且每天还要编织各种各样的谎言来维系自己一个失足少女的身份。为什么？艾丽莎面对向前一句句讽刺的问话，她一言不发地看着向前，因为一直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自己作为一个富二代，却因为爱上这位帅气的大叔，脱去富二代的外衣，真诚地闯入大叔的生活。原来那天晚上，当艾丽莎看到向前在查自己的老爸时，她就感觉到了这一点，自己要暴露了。接到老爸的电话，看到他们父女的照片整齐地摆在老爸的办公室里，艾丽莎得知这些，开始兴师问罪。反正你不找我有事儿，我找你有事儿。哦，为什么阻止集团给向前投资？他刚才也问了同样的问题。谁？向前。向前？他来这儿了。刚刚。令艾丽莎不知道的是，她老爸不但让向前知道了是她女儿，还高兴地夸了艾丽莎一番。我的天使，我的骄傲，24岁已经是一个时尚杂志的主编了。他没靠他的父亲，靠的是自己的能力。最后，艾丽莎撂下一句话离开。这件事儿，我不会袖手旁观的。Come on, I'm ready。女大不中留。从老爸那离开后，艾丽莎接到向前的电话，她硬着头皮去见他。不出所料，向前见她后就是一顿冷嘲热讽。其实他们的相遇充满戏剧性，从一开始各自拿错对方的行李箱，还因此进了派出所。到后来向前离婚来酒吧借酒浇愁，恰巧遇到艾丽莎起兴跳了一段钢管舞，向前却误把她当作失足少女。而艾丽莎看到向前喝醉的样子，也懒得解释。然而命运很捉弄人，两人竟阴差阳错成了邻居。从此以后，艾丽莎渐渐习惯了每天在电梯门口与向前偶遇。向前不在时，她会帮忙照顾孩子。不知不觉中，她喜欢上了这种生活，以至于当向前偷偷搬家，让她每天心神不宁地寻找向前。可当她想要表白时，向前已陷入困境。艾丽莎选择默默守护，在背后给予帮助，从未吐露自己的感情。然而真相终有大白的一天，向前发现了艾丽莎的真实身份。他以为这个高高在上的富二代一直在看自己的笑话，无论艾丽莎如何解释，气昏了头的向前根本不听。他告诉艾丽莎不许再出现在自己的生活中。艾丽莎急忙下楼叫住向前，努力解释自己从未想过欺骗。她回忆起两人相处的点点滴滴。一开始是你误会我的，你把我当成失足少女也好，什么也好，但那个时候我不在乎，我没有必要向你解释。但是后来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习惯，每天在电梯口看见你，习惯了去你家吃早餐，我习惯了帮你带好汉。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喜欢上了这种生活。可向前说出的一句话，差点把艾丽莎气晕。习惯是可以改的。他说他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然后转身离开。艾丽莎没有退缩，大声喊出晚了。晚了10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其实向前早就感觉到艾丽莎的感情，只是他觉得自己配不上如此优秀的她，所以选择逃避。1个小时后，艾丽莎垂头丧气地来到湖南的店里借酒浇愁。一番询问下，得知艾丽莎承认爱上了向前。艾丽莎直接来了一杯酒。巧合的是，湖南好巧不巧也爱上了向前的前妻，他也直接来了一杯酒。两人这才发现，竟同时喜欢上了向前夫妇，而且都是一厢情愿。两人正在喝酒之时，向前回家时却看到前妻寻找站在自己家门口。进屋后，寻找看着屋内的摆设，一顿的感慨，挺温馨的。你真的变了，变得更有爸爸的味道。向前说，当初寻找走的时候，他们的日子确实狼狈不堪。现在好了，说自己最近像个爹了。然而寻找的一句话，让向前觉得事情有些不对。这么小的孩子，还是需要妈妈的照顾。你把孩子当成什么了？是你要离开我们的。现在你突然回来，你就要把孩子带走吗？你对得起我吗？不管寻找怎么说，他都不听。然而让向前高兴的事情发生了，艾丽莎给他带来了好消息。机会只有一次，不来就算了。好汉组建一个新的家庭啊，是不是？这个家庭里面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好汉喜欢又喜欢好汉的人啊？向前接下来的一句话，差点把艾丽莎气死。保姆之前找过呀，好汉不喜欢。可是艾丽莎还是决定帮助向前。这天她找湖南借酒浇愁，几杯下肚，她就逼迫湖南把漫画书的版权给向前。喵先生的版权是你的吧？是我的，刚收回来。你必须把喵先生的版权给向前。湖南面对发小毫无办法。傍晚，艾丽莎给向前发消息，告知已帮他约了大作家弗拉明戈晚上8点在湖南的梧桐餐厅见面。向前看到消息，第一反应是艾丽莎在开玩笑，机会只有一次，不来就算了。但看到艾丽莎认真的语气，向前还是去了。艾丽莎今晚把湖南的店给包场了，就是为了向前。可正当艾丽莎不见向前人影，忐忑不安时，向前如约而至。一看到屋里只有他们两个，扭头就走。他不知道艾丽莎为他所做的一切。这时湖南赶忙给版权方欧阳总打视频。向前，你们怎么在一起啊？苗先生的版权以后给他了，想要的话找他吧。就这样，拜拜。向前这才相信湖南就是弗拉明戈。湖南虽答应给版权，但得知向前只筹到2000万资金，
湖南提出以版权入股全产业链合作。你的版权有点贵，在商言商。哎呦，你个奸商！我要和你全产业链。之前鸿福失败了，你还愿意相信我？我相信你从上次事情中吸取了教训。谢谢你，别谢我，谢他喽。也谢谢你，能帮到你就行。艾丽莎，灯泡的英文怎么说？不知道。第二天，向前到公司把拿下版权的事告诉陈燕青。陈燕青对他的工作效率赞赏有加，而陈燕青在这段时间里，从向前刚创办不久的公众号上看到了无限潜力。他深知当初自己给向前的一点帮助，如今已换来他的巨大回报。向前表示，没有优秀的个人，只有优秀的团队。赚到这1000万之后有什么打算？我不会动里面的1分钱。其实喵先生没有我，你自己也一样可以完成。你多少是为了帮我，对吗？没有优秀的个人，只有优秀的团队，也是你帮我找回了自信。陈燕青听到这番话，心中甚是欣慰，确信自己没看错人。第二天，陈燕青主动约投资人温鸿明打球，极力推荐向前。他半开玩笑地说，若错失向前这个人才，将来定会后悔。温鸿明看了向前创办的公众号，承认其有才华。他认为陈燕青掺杂个人感情，还劝其收回准备投资向前的2000万资金。就在陈燕青欲在解释时，艾丽莎赶来了。陈燕青见状便告辞了。艾丽莎对父亲的做法很是不满，然而父亲所做一切皆是为了她。以你今天的身份，暗箭伤人不合适吧？可怜天下父母心，有的人还不领情。乌云是遮盖不了太阳的光芒的。然而好人总有好报的一天。1周后，湖南以作者弗拉明戈的名义在网上公开消息，要把剧本的版权交给向前，并宣布向前是知识产权影视项目的制片人。这一消息在圈内引起轩然大波，各大投资商纷纷向向前和高原抛出橄榄枝，两人信心倍增。4日，湖南带向前去见欧阳总。原来向前在 PID 当总裁时，曾和欧阳总启动过相关项目，后因遭小人暗算搁浅，如今重获机会，欧阳总承诺答应一切条件，愿与他风险共担。向前被欧阳总的诚心打动，当场答应合作。今天晚上我做东，地方你们挑，但我的当然是你的，就我那儿吧，吴东38。是，肥水不流外人田。行了，来，合作愉快。当然。随后几人来到湖南的咖啡厅商量合作细节。此时艾丽莎也在。向前本着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原则，邀请艾丽莎给剧组做造型总监。艾丽莎欣然答应了。这事儿说定了啊！可以。那咱就别慎着了，就赶紧签合同吧。来！就在众人举杯庆祝时，向前的前妻突然出现。到这儿来干什么来了？学长，你替我解释一下行吗？是的，请分手。我给2位一个主动自首的机会。没听懂啊？看到 U 盘的2人脸色像吃了苍蝇一样难看。三德子齐总立马就猜到是小徐给他的，还是企图苦苦狡辩。向前没给他们机会，直接走到电脑前打开了 U 盘，里面记录的一系列证据，让齐总和盛总彻底慌了神。还有很多我copy过了。然而此时的齐总心里慌得不知怎么办，而盛总立马换了一副嘴脸，低声下气的想要出重金收买向前。原来就在昨天，曾经陷害向前的助理小徐找到了向前。小徐说，其实上次酒会上向前对自己说的一番话，让自己内心受到极大的触动。他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意识到不能再一错再错。小徐递给了向前一个至关重要的 U 盘，这个 U 盘里藏着的是公司几个高管陷害向前的证据。有了这个，向前终于有了翻身的机会。第二天，向前神采奕奕地回到了 IPD， 曾经的员工看到他，眼中满是尊敬，一个个是叫着向总打招呼。他径直走向齐总的办公室，齐总和盛总看到不请自来的向前，不仅没有丝毫的愧疚，反而是一顿冷嘲热讽。稀客呀，好久不见啊！听说浩然信得陈燕青请你去当副总裁，恭喜呀！向前却淡定自若，他慢悠悠地说道：“念及多年共事的请分手，我给2位一个主动自首的机会。”没听懂啊？看着2人苦苦地用重金收买自己，向前断然拒绝。他坚决要让这2个作恶的家伙受到应有的惩罚。1个星期后，齐总和盛总被警察带走，这下可以进去喝一壶的了。IPD 的王总亲自过来邀请向前回去做副总裁。IPD 对你发出了邀请，邀请你担当 IPD 亚太区的副总裁。真的假的？真的。当然是真的了。IPD 好，恭喜啊！故事走到现在，好事连连。向前收到了艾丽莎亲手做的蛋炒饭，还有当初抵押的那块表，被艾丽莎输了回来，送给了向前。向前看到后感动不已，但他觉得当下的自己还配不上艾丽莎，只能将这份感情暂时封存，一心扑在事业上。艾丽莎知道了向前的心思，她没有再表达自己的爱意，她辞去了主编一职，因为苦苦等不到向前，她决定陪老爸回美国休息一段时间。在白领衣橱计划举行的启动仪式上，艾丽莎当众宣布要离开，并让寻找接替她做主编。寻找这一路走来，历经了常人感受不到的东西，现在她终于迎来了自己人生的高光时刻。此刻的她充满自信，沉稳优雅，美丽大方，如同重生一般耀眼。
向前的好运真的到来了。喵先生的项目启动仪式顺利举行，向前举杯感谢每一个曾经帮助过他的人，同时他还做了一件好事，撮合了陈燕青和高原这对离婚夫妻。这两人本就在一起共事，向前能看出他们心里都还有着对方。我觉着你们两个不是没有复合的可能，跟谁过不是过呀，知根知底的踏实。看着高原还是犹犹豫豫的，陈燕青接过向前手里的花，说出了自己心里的话：你还愿意再娶我一次吗？这些年过得不好不坏，只是好像少了一个人存在，而我渐渐明白，你仍然是我不变的关怀。大家都为这对有情人终成眷属送上了祝福。几天后，向前要去香港拓展公司业务，他把儿子留给寻找抚养。二人在经历了这么多以后，寻找主动拥抱了向前，两人终于打开了心结。这个故事结局还是快了一些。1年后，向前从香港归来，当他回到自己的小屋时，惊讶地发现家里的摆设比以前更精致，满墙都是自己成功的报道，外面烟花绽放处，艾丽莎正微笑着向他走来。故事在这里戛然而止，他们的未来会怎样？是携手相伴，还是擦肩而过？一切都在未知之中。拥抱着爱，当从梦中醒来，你执着的等待，却不曾离开，舍不得分开。在每一次醒来，不用再徘徊，你就是我最美的期待。